关于科学，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当科学家有新发现时，并不一定总是循规蹈矩的实验成果。例如，在实验室严格控制实验条件下，穿着白色实验服和使用会发出嘟声的专门仪器。现实中，这些科学家和他们伟大的科学发明都有些稀奇古怪的。我在这儿所要解说的是细胞理论的古怪历史。细胞理论分为3部分：一、所有生物都由一个或多个细胞组成；二、细胞是生物结构与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；三、所有的细胞都从现有的细胞分裂而来。说实话，这听起来很无趣，直到你往下深究微生物的世界和这理论的来源。这一切都要从17世纪早期开始。荷兰有位眼镜制造商叫做 Zacharias Janssen， 据说发明了第一个复视显微镜以及第一个望远镜。这2项技术时常产生争议，因为他显然不是那时唯一喜欢玩镜片的家伙。尽管如此，显微镜仍很快成为热门物品，当时的博物学家、科学家都想拥有，受欢迎度像现在的 iPad。 在此之后，另一个叫 Anton van Leeuwenhoek 的荷兰人听说了这些叫做显微镜的东西，他并没有去买，而是决定自制一个。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小玩意儿，因为它看上去像是太阳镜片大小的小奖。如果他把2个组合起来，大概可以做出一个奇怪的太阳眼镜，戴上看不到东西。无论如何， Leeuwenhoek 把显微镜制作完成后，他把显微镜带到镇上去，并用显微镜看所有能看到的东西，包括牙齿上的黏膜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他通过观察牙齿上刮除的细屑发现了细菌。尤其是你要知道，当时的人不太会刷牙，或说完全不会，因此他当时一定有一大群细菌可以观察。当他把他的发现记下来时，不像今天的我们称之为细菌，而是把它们叫做微小动物，因为它们看起来像小动物。当 Leeuwenhoek 正盯着他的牙齿黏膜观察时，他也寄了一封信给英国的科学界同事，叫做 Robert Hooke。Hooke 是一个热爱各种科学的人，因此他各方面都略有涉猎，包括物理、化学和生物。我们必须感谢 Hooke 发明了细胞这个名字。当他透过显微镜观察软木塞时，一个个的小空间让他想起牢房，或是在寺院中修道士居住的小房间。想象一下大学宿舍，但是没有电视、计算机和吵闹的室友。Hooke 在他的时代是个有点不那么受欢迎的科学家，这要归咎于他跟史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 Isaac Newton 爵士起了争论。记得我说 Hooke 涉猎多个领域吗？当 Newton 出版了一本关于万有引力的划时代的论著， Hooke 宣称 Newton 的发现是受他的物理研究成果启发。不夸张地说， Newton 并不喜欢这个说法，因此造成了双方关系紧张，且持续到 Hooke 过世以后。且不只是针对 Hooke 的研究成果，还有 Hooke 仅存的肖像，这都是牛顿的关系。还好在 Newton 去世后， Hooke 的理论又重被世人重视，但他的肖像却永远消失，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2位德国科学家发现了一件今天听来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却成功协助把细胞理论的各个元素连在一起。第一位叫做 Matthias Schleiden， 他是一位喜欢把植物放在显微镜底下研究的植物学家。在某个时期，他研究不同植物品种，他终于发现他所观察的每一棵植物都是细胞组成的。同一时间，在德国另一端，有一位叫做 Theodor Schwann 的德国人，他是一名喜欢用显微镜研究动物细胞的科学家。有一种神经细胞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他也发明了消防员的呼吸装置，并留有引人注目的2鬓胡须。研究动物细胞好一阵子过后，他也同样得出结论，认为动物是细胞组成的。他马上寄出了一封慢速传送的信给其他同领域的科学家，包括施莱登。施莱登看到后回信给他，2位开始合作产出了细胞理论。但后来2人产生意见分歧，针对细胞理论最后一部分的内容，所有的细胞都从现有的细胞分裂而来，
施莱登并不这么认为，他肯定细胞是来自自由细胞形成，意思是细胞是透过某种自发性结晶活动自行组成的。另一位科学家叫做 Rudolf Virchow 介入了研究，证明细胞确实来自其他细胞。这个研究是怎么说呢？是 Virchow 从别人那儿不问自取的，原作者是犹太科学家 Robert Remark， 因此又造成了另外2位科学家的不和。因此，从牙齿黏膜到惹恼牛顿，结晶现象到 Schwann 细胞，细胞理论成为今日生物学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科学中，有些东西听起来很乏味，但我们怎么发现它们却是非常迷人的。因此，觉得某些东西很无趣的时候，试着往下挖掘。它的背后可能也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呢。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，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。